很多朋友都不知道，咱们西藏是全国最后一个通火车的省市自治区，也是最后一个通电气化动车组的省市自治区。俗话说，蜀道难，其实进出藏更难。跟随我的镜头，带您看看现在的西藏吧。Hello， 你也不想怎么赢？我的梦想呢，就是走遍全国。要说走遍全国，以前呢就是天方夜谭，堪比我们玩羊了的呢。音乐停。那么现在咱们不说走遍全国，就去趟四川成都，一张车票一辆车就能办到。朋友们自由来到西藏，感受一花一木一景一人文，也最近30多年才实现。有昆仑山脉在，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，这是保罗·索鲁在他《游历中国》一书中所写的句子。87年时间，咱们用实际行动实现了美国人眼里的不可能。2006年，青藏铁路畅通，更多的人站在布达拉宫。我现在在布达拉宫广场上面，这里好多人，有好多游客。2014年，拉日铁路诞生，从拉萨到扎什伦布。2021年，拉林铁路像一条巨龙，它的到顶上去是2天变成了7条。有临时开往日喀则的动8982次列车。青藏铁路这为咱们西藏带来了啥？健康、人间烟火气、民族相融以及现代化。1919年，易先先生在他的著作《实业计划》中提到，一定要修建一条进藏铁路。到2006年，进藏铁路通车，从设想到成为现实，用时整整87年。实际上，青藏铁路到格尔木段早在1984年就通车运行，剩余到拉萨的1140公里，有昆仑山脉、唐古拉、可可西里无人区、纳曲大草原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。这种自然环境吓到了美国人，但是吓不到咱们中华民族。大不了再用22年，火车就开进了日光城拉萨。青藏铁路修建究竟有多难呢？它是咱们国家新世纪4大工程之一。千里冻土、高原反应、生态环境是筑路人面对的3大难题。关于如何克服千里冻土，之前视频有讲过，这里就不再赘述，有兴趣的可以翻一翻。高原反应是区外朋友的一大难题，当时都是边吸氧边劳动。我们本地人跑一圈都有点累。现在坐火车到拉萨来，沿途环境除了铁轨和少数村庄，能看到大群的野生动物，藏羚羊越来越多。有些不怀好意的境外组织说青藏铁路破坏了西藏的生态，有人不明所以的跟风相信，看不到它带来的便利。铁路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，看我后面他们正在施工，大家看我这个后面的楼漂不漂亮？在西藏呢，有很多我后面的这样的房子，这种呢就是现代跟藏式结合起来的。那么有的朋友就会问，为什么都不修藏式庭院？藏式庭院好是好，但是这样的话来西藏的朋友越来越多了，都修成藏式庭院那种的话，住的地方就不够了。这么多漂亮的房子和青藏铁路有什么关系呢？修建房子最重要的材料是钢材，每年都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来。各位朋友看这个路平不平整，有的坡也是非常多的，这有也是靠青藏铁路运输的。过去咱们说进藏比出国还难，对于本地的学生来说，要去内地读书，要么就是1周的汽车，要么就是昂贵的飞机票。铁路通车后，改变了咱们很多人的命运。生活在西藏所需的必备品几乎都是铁路运输，比如大型的医疗物件、煤炭等等。过去运输一头牦牛的费用比它本身还昂贵，现在全国都能品尝到新鲜的牛肉，而且价格实惠。当青藏铁路把材料带到西藏，才成就了现在的拉林铁路。路上行驶的绿色巨龙也是靠青藏铁路运输进来。总体而言，青藏铁路不仅仅把东西带到西藏，也让消费变得更低。我们在西藏吃一碗面，虽然比起内地的话价格贵一点，但是比起之前的话，价格至少便宜了1半。拉林铁路通车以后呢，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坐火车了。青藏高原第1条电气化铁路。之前我还在感慨西藏什么时候能通复兴号呢？这个就是复兴号
高原内电双远通车。复兴号动力十足，怎么能不心动呢？领拉铁路呢，就是川藏铁路的一部分，也是最先进的高速铁路。咱们首先从这里坐客运班车到火车站。云车火车站沿途的村庄也很好。拉林铁路2021年通车，是咱们西藏第一条电气化高速铁路，400公里左右的路程，有47座隧道，121座桥梁。川藏地铁果然名不虚传，平时咱们坐拉林复兴号10分钟穿越的隧道，建筑工人却穿了3年。川藏铁路全线都是电气化，从成都到拉萨要克服横断山脉、高原反应，12000米的超高落差，数不清的高山大河，修建难度是青藏铁路的几倍。这条路的投资金额在别的地方都能多修2条，而且全部由国家出资，足以说明祖国对西藏的爱护。值得说明的是，青藏铁路也在进行电气化设备改造，到时候也能乘坐复兴号去看看青海湖。一说起来，内心就是激动和自豪。过去技术受限，青藏铁路面对大山采用的是盘旋而上，川藏铁路现在是隧道和桥梁为主。过去咱们去成都需要3天，建成后不到1天。目前西藏使用的复兴号是内电双远系统，由于拉萨到日喀则没有电力设备，所以可以直接切换为内燃动力，停电也不害怕停车在半路，所以技术也是很先进。铁路带来的还有五湖四海的人潮，最明显的就是旅游人次增加，越来越多的朋友能看到西藏。对于咱们来说，收入更高；对于外地朋友来说，在沿途的风景里获得了满足。铁路上西藏设施更好，便利了各位朋友，无论如何是每个人受益的。未来有了铁路，和广东、四川、上海这些地方的联系更深，咱们也能看到广阔的世界。所以希望咱们保持清醒，不要被蛊惑，生在这个国度、这个时代才是我们最庆幸的。我稍后呢，就是西藏第一条公路川藏线，和它同一年的青藏公路，是咱们常常所说的两路。大家敢想象吗？两路之前，西藏只有1公里的路才能走汽车。常常呢，有朋友问卓玛，西藏出行是不是都骑驴骑马？那么卓玛呢，就告诉大家答案：1954年两路没有通车之前就是如此。咱们有人一辈子都没出过自己的村，如果你想去广东、四川，或者是去看天安门，1年半载才能到达目的地。现在就是条条大路通拉萨，有了铁路就是分分钟。之所以说川藏铁路是最先进的高速铁路，原因就是这个。最后呢，非常期待成都到拉萨的火车，通车之后呢，欢迎大家来体验哟。